大家好，我们是原正英文系大四的学生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毕业专题是职涯经验。让我们先介绍慧七学姐她的职涯经验。现职工作内容：一、儿童英语教学；二、1对1家教教学；三、国小国高中英语补习班教学。现在我们来欢迎慧七学姐来分享。高中毕业升大学的那个暑假，就偶然之间有人介绍说，要不要试试看跟小朋友一起玩？跟小朋友一起就是玩嘛，因为对小朋友来说，他们学英文这件事只是我进来这个教室，然后其他事情就是我要玩，有趣我才要待在这里。对，那如果用中文玩的话呢，就是不是英文课了嘛，对，就是用英文的方式去带他们，让他们喜欢英文，喜欢英文这个游戏，有英文这个游戏，这样他们就会觉得，我让他们觉得英文是很有趣的。对对，就是跟小孩玩就是这样子。我觉得在我刚进入的时候，跟我预想的是一样，就是教的就是国小就是教基本 ABC 发音跟对应的单字。然后如果是到国高中阶段的话，就是我们之前也读过国高中，大概知道内容是怎么样，教什么文法，背什么单词，其实都是一样，整套套进去的。但是在更高层级，如果是在高中以上或者考专业的检定考试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就是需要准备工具书的时候，对我们来说就是有点挑战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教过别人做工具书的使用，或者是教他们怎么应付考试。所以这个如果是在更进阶一点的英文，是我没有接触过的范围，对我来说就是有差别的地方。然后加上后来是你们都知道有改成108课纲，对，小朋友的东西会有所变化，然后这样子国中要考会考，然后会考的内容也会变化，就是只要强调希望他们有阅读素质，所以就是奇奇怪怪的五花八门、包罗万象的阅读测验都会出现。但是现在当然就是要脑筋急转弯，转来转去，然后告诉你，我们这个答案是要这样子找的，这个图表是这样子看的，就是他们才会对，需要花很大量的时间去陪他们做阅读测验。能力吧，一定要让互动跟学生的互动要非常好，要怎么跟那些小孩子社交，然后让他们觉得说，我来这边不是因为你这个老师要强迫我要做这件事情，所以我才来，应该是说这个老师我愿意跟他学，所以我才来跟他学英文，然后我来这边可以得到快乐，获得快乐，然后也可以获得知识，然后我考试也考得很好。教学跟社交方面的能力是要慢慢进步，要一直push自己，让自己进步，然后再就是态度上面，我做事情不太清楚要做什么事情，我就做这样就好了。但是其实对你的上司啊，或是其他对你教学的小朋友的话，他们小朋友的家长会觉得说，怎么只学到这一点东西？你的付出跟你的配有没有成正比啊？我觉得是这样子。自己对自己有反思啊，研究自己有没有更进步啊，有没有对小朋友有没有更好的帮助？我觉得是老师自己要反思，然后自己要态度上要转换。就是他们首先就是要不是只当老师，也要当学生，就是把自己学习的东西应用在别人身上，所以自己也要当学生，才知道学生在想什么。所以就是要乐于学习，你不能觉得说我已经100分了，所以我不要去帮助0分的人，我只要把他们拿到一样的标准。但其实那个过程都是需要学习，他需要学习，我们也需要学习。第二个特质就是要很坚定自己想要什么东西，你要先把自己的实力坚强起来，然后面对不一样的质疑，学生家长，然后你就是把自己做好就好了，不要因为被他们牵动或被其他外在因素牵动，也要坚定自己为什么当初想要就是教英文，想要做英文相关的工作，就是因为你觉得很有成就感，想要帮助那些小孩子，让他们英文变好这样子。我们要有智慧给他们引导，那我们就更贴近啊。我觉得教英文不只是我跟你讲，然后你把课文东西背起来。现实生活中他们遇到的东西可能会比学英文更难，就是让他们知道，就是说学英文之外，我们还可以给你更多帮助。长大之后，你想去外国留学的话，你会用英文，你会用英语的逻辑思考，然后你会面对这些东西。我觉得其实也是要教给他，然后也是自己教学上回到知识的话，也是需要自己补充很多养分，然后给他们施肥。课本以外的东西，让他们有培养自己阅读习惯的，这就是老师可以花时间下去，让他们喜欢阅读。然后从此之后不
不喜欢读，但开始可以读一点，甚至可以用英文读，然后对英文阅读又感兴趣，就是一步一步往上。对，就是老师在课堂上是要非常有智慧跟非常有知识，就慢慢引导他们，英文有一定的成就感，然后英文以外的东西他们可以面对，可以应付。对，我觉得就是不只是说英文这块，然后英文以外的东西画个圆，然后越做越大。对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谢谢学姐，谢谢大家。